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6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4年的10月4日。9月底元大证金公告专案利率升息，荣来金豪借专案，精选股票的借贷利率从 2.56% 上升到 2.72%， 限定股票的借贷利率从 2.72% 上升到 2.88%。这部分是原本就方案 2.56% 的利率会直接上调到 2.72%。元大证金最新的专案圆梦增豪贷利率是 2.92%， 原先已经拿翘了，直接利率升到 3.2%， 结果一升利率，想必业绩一定大受影响。也许是内部发现业绩惨不忍睹，所以赶紧将利率从 3.2% 调回到 2.92%， 释出一点点善意。目前元大证金的利率是比永丰证券好一点，而在永丰证券质押还是比较方便快速，所以目前质押部位还是一半一半，并没有全部拨到元大证金去质押。美债部位是我们资产配置的现金部位，有进行股债平衡配置的。在8月5号以及9月4号这2次单日下杀1000点的震荡，都可以透过债券的平衡，让整体资产部位的波动变小。相信在这2个月的看盘心情上，一定是比没做资产配置的投资朋友安稳很多。在美债的布局上，我除了使用自备现金，也使用质押工具来增加本金。质押需要认真研究适合自己的维持率，只要做好功课，长期投资，质押工具还息不还本的特性上，绝对是我们长期投资的好朋友。有质押好朋友的协助，可以借力使力的放大债券的部位，发挥本大利小利不小的功用。目前质押利率来到 3% 左右，需要借贷部位年增值超过 3.2%， 才可以获得真正的报酬。投资朋友需要认真做功课，做适合自己的投资布局与配置。这个月债券损益从9月6日的1191523元，回荡到10月4日的858,084元。这个月美债报酬减少 4.22%， 获利金额缩水333439元。美债确认降息后反而开始回荡近 5%。这波美债没涨，个人认为是点阵图预估没有更积极降息预估。由于降息前市场已提前反映数码的降息空间，结果点阵图开奖到年底前预估降息4码，市场并没有嗅到会积极降息的味道，于是一公布点阵图，就开始拉回美债降息前提前反映的市场情绪。话说回来，美债布局在降息循环中，理想上应该可以赚到 30% 左右的价差。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，一旦我们遇到不可避免的股灾时，届时一定想要加码买股票，到时候手上如果现金水位不够多，一定会觉得非常遗憾，子弹一下子就打光了，没有大部位的逢低加码。当市场回归正常时，也没有因为股灾财富重分配的好时机，把握好机会。每一次股灾的布局，6年绩效翻1倍，应该是非常合理的绩效范围。美债部位就是我们遇到股灾来临时最重要的现金储备来源。我从2022年2月开始定期定额美债，台股布局富邦00696B， 美股则以透为主，台美两边同时设定定期定额约1年时间。台股部位布局约65万，美股部位约80到85万，共约150万元。当初自备现金不够用，研究好质押工具后，陆续增加美债部位的布局。目前整体美债部位增加到1255万元。每次都要说明一下，这一波美债布局以20年期的为主，因为降息过程中，存续期间越长，降息上涨幅度越大。但是经过这一波降息循环之后，美债一旦获利了结，下一轮美债部位回补，我可能会调整成10年期的美债。在资产配置中，为了降低股债配置组合中的波动，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，波动可以降到20年期的一半幅度。当我们下次遇到类似2022年暴力升息、股债双杀的情况，美债的防守威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。倘若你有研究巴菲特的债券部位，可以知道，巴菲特的债券布局都是以短年期为主。这一波降息循环结束之后，美债部位我会调整换成7到10年期的美国公债。原先已经布局好美债部位了，但是最近研究发现，美债正2和50正2一样是透过购买期货来达到美债正2的报酬。由于期货有正价差的损失机会，也有逆价差的隐含配息获利机会。根据美债正2公开说明书的研究，发现美债正2有机会吃到逆价差隐含配息，所以在降息循环中是可以安心持有美债正2的。美债正2比较大的风险就是不降息，研究好之后就开始买绿不买红，分批布局加码美债正2。昨天10月4号美国大非农开奖超预期的好，美债有跌 1% 多，剩余的部分筹码可以继续买绿不买红，继续分批加码美债或美债正2。如果对于现金流比较在意的投资朋友，可以考虑买美债原型搭配质押来杠杆，可以不要使用正2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工具。我身边的朋友也经常会请我知道如何布局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发现，其实我们说的非常清楚明白，但只要不是自己做功课研究的决定，
即便是大师亲自叫你操盘，多数人也都无法克服恐惧，最后仍是原地踏步。建议投资朋友自己亲自研究要买的股票，买起来应该会踏实许多，在长期投资的道路上也会觉得比较安稳。温馨提醒，质押借贷必须认真研究维持率，清楚了解自己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，适当的使用，才不会遇到股票大回荡时措手不及。倘若是一个全部是股票的质押系统，把维持率设定在 300% 是比较安全的，即使股价腰斩，维持率还有 150%。元大证金断头下限值 140%， 永丰证券断头下限值 130%。我目前质押维持率是控制在 250% 左右。由于我是建立股债平衡的质押系统，即使是遇到2008年的大盘下挫50%，也不太容易碰到断头下限值 140%。我是经过审慎评估风险承受能力，加上也有完整投资计划的情况下，才开始使用质押工具。温馨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，质押维持率非常重要哦。这2周我们资产配置的维持率，往往维持在 240% 上下，整体股债部位至少要再跌 44% 左右我才需要补钱。就算是遇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我们这样的股债平衡配置，回撤也才跌 20% 下上，要跌幅达到负 44%， 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所以我们心情上是相当的安稳。我们使用资产配置的概念，使用股债平衡的质押系统。如果股票上涨，不会因为满手债券空手股票而患得患失，还可以因为股票市值增加，继续跟银行借钱出来买债券。如果经济衰退或金融市场失序，造成股票下跌，此时因为降息救经济的预期，债券会上涨，这个时候可以卖掉涨高的债券来买跌升的股票。整个过程，股票下跌，债券上涨，整户市值不变。如果股票下跌的速度比债券上涨还快，而有维持率偏低的风险，只要卖掉一点点的债券去还款，或者用没有质押部分的股票补充当分子，来拉高维持率就可以了。谈到使用股债平衡来资产配置的概念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缺优上老师好书里面有学到的资产配置。我在2020年学习股神默默在做的事，获益良多，推荐给各位投资朋友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去买或者到图书馆借来看都可以。我们的影片支持充足，请耐心听完免责声明。由于分享的理财手法是我个人理财的操作与分享，请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。倘若跟单操作亦是审慎评估后的决定，需盈亏自负。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